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小城良方路透炸场，15块洞洞鞋穿出基层医生灵魂，这才是医疗剧该有的样子。这是肖战，没认错吧？10月20日下午，小城良方的最新路透在社交媒体上炸开锅。照片中，那个头发有些凌乱、神情疲惫的男人，身穿褪色的蓝色手术服，脚下一双洗得发灰、售价15元的地摊洞洞鞋。他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，手里捧着一个铝饭盒，边扒饭边望着远处出神。那一刻，他和过去那个白衣整洁、眉目温润的顾魏医生判若两人。网友一句神点评说得精准，一个是挂特需号才能见到的医生，一个是刷医保卡的排队的医生。这种强烈的反差感不仅制造了讨论热度，更揭开了肖战这次转型的真正野心。他要让观众看到真实的力量，从偶像医生到基层医生，肖战的真实较劲。为了诠释好这个名叫刘锃亮的角色，肖战这一次几乎是脱胎换骨。他提前1个月前往东北的县级医院蹲点，白天随诊，夜里查房，凌晨3点还陪值班医生抢救喝农药自杀的病人。那一夜，他紧张的连缝合针都拿不稳。后来他自己笑说，那一刻我才真切感受到医生的压力，他们不是在拍戏，而是在跟时间赛跑。回到剧组后，他对着猪皮反复练习缝合，手上磨出老茧，只为让镜头里的每一个动作都像真的医生。剧组流出的那张蹲在医院门口扒饭的照片，并非摆拍，那是他拍完一场急诊戏后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剧务递了个冷饭盒，他就地吃了起来。导演张小波看到那一幕时沉默了。这就是我们要的基层医生，忙到顾不上吃饭，但仍然认真活着。导演与剧组把小城拍出生活的温度。小城良方的现实主义底色决定了它不可能光鲜。导演张小波此前以30而已都挺好闻名，他深谙如何在现实题材中挖掘生活质感。这次他带着主创团队提前3个月前往丹东、白城等地的乡镇卫生院采风，从诊室的吊漆长椅到墙上的褪色宣传栏，每一个细节都被真实复刻。剧组搭景的原则是不要精致，要真实。连肖战脚上的那双洞洞鞋，都是道具组老师在地摊上淘来的。为了呈现磨损感，他们还特意用砂纸反复打磨，甚至泡水晾干多次，直到那种被生活磨过的质感自然显现。张小波说，我们不想拍一个被美化的医生世界，而是让观众看到，在远离大城市的地方，还有一群医生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守护生命。从余生到小城，角色反差中的演员野心。如果说余生请多指教里的顾魏是理想化爱情剧中的完美医生，那么小城良方的刘锃亮则是现实世界里的伤痕医生。刘锃亮原本是大城市3甲医院的外科精英，却因一场医疗事故被迫调到小城。面对设备简陋、人手不足、病患不信任，他不得不重新学习在不完美条件下救人的能力。编剧聂成帅透露，肖战主动为角色增加了一个细节手抖，这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，而是医生在经历心理创伤后的后遗症。拍摄时，他要克制地表现那种想稳定却抖动的状态。几次拍到最后，肖战自己也感到心很累，你越想控制，就越发现这份不稳定其实来自内心的愧疚。这种极度内敛、几乎反戏剧化的表演，标志着他从温柔顾魏到破碎刘锃亮的跨度。尤其在刚结束谍报上部封顶的紧绷表演后，他又为了新角色减重15斤，只为让镜头里的他显得更空、更疲惫。剧集视角用黑色幽默解构医疗困境。小城良方与以往国产医疗剧最大的不同
是他敢于解构。他不再是医生救世的神话，而是一场普通人和命运的博弈。剧中设置了很多看似荒诞的角色：算命护士长、卖寿衣的殡葬店老板娘、给病人开药却自己咳嗽不停的药房阿姨。导演用带点黑色幽默的笔触，把疾病、死亡、贫困这些沉重议题变得有人情味。肖战与姜妍饰演的殡葬店老板娘之间的互动，也成为剧中最具张力的部分。他们在一次送葬途中相识，一个治病救人，一个送别亡灵，却在各自的职业宿命中找到了生命的尊严。倪大红饰演的刘富，则为全剧增添了社会纵深。他是从计划经济年代走来的老医生，坚信救人第一，而儿子却面对医疗制度的现实无力。父子之间的争执，既是观念碰撞，也是对整个医疗体系变迁的隐喻。真实的基层没有伪光正，只有活生生的人。小城良方敢于直面痛点，他展示的不是光鲜的手术台，而是土法炼钢的生存智慧。有一场戏，刘增亮在停电的乡镇医院用手机手电筒照明完成缝合，听诊器早已没救，仪器失灵，但他凭经验判断出病人的内出血位置，成功挽救生命。肖战拍这场戏时要求真听心跳，导演在片场安静的能听到呼吸声。那一刻，连摄影师都忍不住说，他真的不是在演，是在救人。另一场戏更具冲击力，一个车祸女孩被送进医院，父母家境贫困，却坚持要手术。另一对女儿则因费用问题放弃救治垂危的父亲。导演没有给答案，只用2个并行的镜头，逼观众面对医疗伦理的灰色地带。这种无评判的叙事方式，让小城良方超越了医疗剧本身，成为一面照见现实的镜子。制作班底：柠檬影业的现实主义新赌注。作为小城良方的出品方，柠檬影业与爱奇艺再度联手。这一组合曾打造过《30而已》、都挺好、小敏家等多部口碑现实题材剧，擅长在社会议题中挖掘人性的温度。这次他们押宝肖战，不仅因为他拥有庞大的观众基础，更因为它具备罕见的可塑性，既能撑起商业流量，又能进入现实题材的深层语境。业内人士分析，小城良方极有可能成为2025年央视黄金档的现实爆款，有冲击奖项的潜力。开机当天，柠檬影视 CEO 陈飞曾评价道，肖战既有稳定强大的内核，又有一点破碎感的外在，非常符合刘增亮的气质。这句话如今在路透曝光后，更显得意味深长。观众预期与舆论风向未播先火的现实共鸣。小城良方的官方账号上线半天，涨粉20万，相关话题热搜连登前2。爱奇艺预约量突破18.7万，业内预测正式定档后会出现口碑逆袭走势。网友们的讨论不只停留在肖战变丑了，他太拼了上，而是延伸到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当流量演员放下光环，是否能成为现实题材的真正代言人？事实上，这几年肖战在选剧上的轨迹清晰可见，从古装玄幻的《藏海传》到谍战剧《谍报》上不封顶，再到如今的现实主义医疗剧《小城良方》，他在不断撕掉偶像演员的标签。这种主动去美化的选择，是一种成熟，也是一种冒险。基层医疗题材的魅力在于它不完美，却足够真诚。当大城市的专家们在会议室讨论最优治疗方案时，小城医生或许正靠经验与直觉抢救生命。那双15元的洞鞋，那只颤抖的手，那份冷透的盒饭，共同拼出了无数基层医生的真实画像。肖战能否凭刘增亮这个角色打破偶像演员演不好职业剧的偏见？答案或许要等到剧集播出那天才能揭晓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
当观众看到那个在冬夜里蹲在医院台阶上吃冷饭的身影时，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肖战，而是千千万万个在小城里默默坚守的医生。正如剧中一句台词所说，在小城的冬天来临之前，我们都要学会对抗命运的寒冷。而肖战正在用他最真诚的方式，走在这条不回头的路上。